为何仅需一个眼神就将美剑杀机冰封1300年的内心瞬间融化，甚至最终成为了臭朝阳，蜕变为格里乔奥特曼的引路人？然而，美剑杀机的本名就是叫做格里乔。原本的他也能成为光之战士，但心中无法填平的迷茫和痛苦，让他只能化身怪兽的形态。他曾和两位哥哥罗索布鲁是星际的雇佣兵，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善良的本性。但在一次任务中，美剑不得不将一位少女碧安卡击杀，这给美剑留下了心灵创伤。但他最终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正义与和平需建立于牺牲之上。这个想法其实和加古拉起初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也正因这个想法的存在，在后来登上欧50战士之巅时，两位哥哥成为了纯粹的光之战士，而美剑却只能变身怪兽。虽然他有迷茫过为何无法变为奥特曼，但在后来的一次救助行星基翁的任务时，依靠自己变身怪兽的力量，保护了当地的赞拉族人民，让他逐渐明白，他变身成怪兽格鲁吉欧而不是奥特曼，并不是因为心中的魔性使然，而是因为他变身成怪兽有更深的意义。但是命运又给美剑杀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，光之圆环给三兄妹下达了一个任务，宇宙白细胞鲁格赛特被托雷基亚篡改了基因，开始暴走，开始无差别吞噬宇宙中的星球。在任务中，光之圆环指令三兄妹把守护全银河、打倒鲁格赛特放在首位，其次才是守护星球以及星球上的市民。这也足以可见鲁格赛特的实力极其强大。在与鲁格赛特的战斗中，三兄妹本打算利用回旋闪光将鲁格赛特制成水晶，但布鲁看不过人们受到伤害而直接变身，导致了鲁格赛特的实体化进程失败。最终三兄妹因战斗产生的空间扭曲，和鲁格赛特一起被吸入次元，来到了地球的附近。罗索和布鲁为了保护妹妹，挡在了美剑身前，用尽全力发射光线，与鲁格赛特的创世安魂曲对波。深知凶多吉少的两位哥哥和妹妹做了最后的道别。两位哥哥的这一回眸，成为了美剑杀机一生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。最后俩兄弟终于将鲁格赛特逼入了周期1300年的椭圆轨道，但三兄妹也一起坠入了地球的灵香山。两位哥哥力竭战死，化作了无数水晶，散落在了灵香山的每一个角落。美剑杀机最终活了下来。在这一刻，悲伤和绝望充斥着美剑的内心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就这样和两位哥哥天人永隔。但他也明白，1300年后，鲁格赛特还会回来，他必须变得更加无情，更加强大。此后的1300年，他独自一人生活在地球上，虽然认识了无数的名人，学到了无数的名言名句，但这些爱与希望的哲理并没能拯救他。唯一能够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就是复仇，甚至不惜毁灭整个地球，因为他更加坚定地认为，正义与和平都是建立在某种牺牲之上。他在被冲散的地球上光之力量的尽头种下了世界树，让光回流，只为了在1300年后以自己为中心引爆地球，与鲁格赛特同归于尽。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1300年后的今天，臭家兄弟被两位哥哥的回旋闪光选中，成为了新一代的奥特战士。但两兄弟展现的实力却与自己的哥哥相差甚远，因此在他眼里，这两兄弟根本不配拥有这股力量，也根本无法守护和平。为了让自己的计划顺利实施，美剑首先利用并解决了艾冉城体内精神寄生体切雷萨，顺利成为了艾冉科技的社长。因为艾冉科技的大楼正是光之轨迹的汇聚地，而接下来美剑杀机要夺回臭家兄弟手中的回旋闪光，这不仅是拿回属于哥哥们的东西，最主要的目的正是用3台回旋闪光将气态化的鲁格赛特实体化。但是即使他穷尽自己的力量，也并不能启动另外2台回旋闪光，因为臭家兄弟才是被选中的人。同时，臭家兄弟的妹妹臭朝阳的出现，彻底颠覆了美剑杀机的既定命运。臭朝阳就像一束温暖的光，深深吸引住了美剑杀机。这种温暖而又亲近的感觉，是他1300年来从未有过的。冰封千年的内心也因其而慢慢融化。这是因为臭朝阳不仅是纯粹的快乐化身，他的真实身份真谛水晶还包含了罗布兄弟回旋闪光的力量。在与朝阳的相处下，让美剑找回了最真实的自己。冷酷无情是他的伪装，他只是一个失去了哥哥太久，渴望被爱，渴望向人倾诉的妹妹。虽然他仍然对臭家兄弟有着敌意，但当朝阳被金古桥抓走时，他会急切地联系臭家兄弟一起去营救，并且为了安抚被困的朝阳，美剑杀机第一次向别人讲述1300年前自己与哥哥决战鲁格赛特的故事。而在鲁格赛特终于来临之际，美剑再次将朝阳约到两人第一次相见的地方，向他做最后的告别，并且希望朝阳和他的2个哥哥一起逃离地球，而他则要完成自己策划了1300年的引爆地球计划。而且在臭灵的操作下，已经成功将鲁格赛特实体化。美剑化身格尔吉欧女王终于决战鲁格赛特，并且等待着光之能量的回流完成。
然而，就在美剑准备释放手中所有的水晶能量时，鲁格赛特似乎看穿了他的意图，立刻释放创世安魂曲，给予其最后一击。而就在释放的一刹那，臭家兄弟变身罗索和布鲁及时出现，两发光线对波鲁格赛特袭来的创世安魂曲。相同的一幕，让美剑回想起了曾经两位哥哥挡在自己身前迎击鲁格赛特的场景。在剧烈的光线爆炸下，臭家兄弟勉强扛住了这波攻击，但鲁格赛特已经蓄力第二发创世安魂曲。看着挡在身前和哥哥的相同身影，此时美剑心中满是对两位哥哥的思念。曾经的他被哥哥们保护，而这一次他也想要去守护。在创世安魂曲袭来的那一刻，美剑毅然决然冲上前，挡在了臭家兄弟身前。变回人类形态后，美剑已经奄奄一息，望着眼前的朝阳，他也说出了自己的原本名字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将自己的回旋闪光交给了朝阳。他相信，只要臭家三兄妹齐心协力，肯定能战胜鲁格赛特。最终，美剑杀机化作了光，消散在了这片曾经让他痛苦的土地之上。他也终于能够和他的两位哥哥团聚了。而臭家三兄妹也凭借着家人间的羁绊，将强大的鲁格赛特彻底消灭。在后来的战斗中，面对托雷基亚制造的阴谋，美剑杀机的灵魂出现，指引着臭朝阳成功化身成为格利乔奥特曼，并最终和罗索布鲁融合成为当时的新生代最强奥格罗布。这也算是让美剑杀机完成了和两位哥哥曾经遗憾没完成的终极使命。美剑杀机三兄妹的故事令人惋惜，在奥特曼历史中，很少有奥特曼会彻底战死。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想要成为英雄，就得肩负起沉重的代价与责任。